得了癌症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为了跟妻子离婚，我撒谎说傍上了富婆，跟她只是玩而已。他跪下来拉着我，痛苦的哀求我别走，甚至自暴自弃割腕威胁我，但我还是毅然决然离开了，并拉黑他所有联系方式。在我死后的第5年，前妻陆心念给我寄来一张婚礼邀请函，她说我曾在最落魄的时候抛弃她，如今她手握权势，一定会狠狠报复回来。可拿着邀请函到场的人却是我外婆，他人衣衫褴褛，模样痴呆，在那些高贵优雅的宾客当中显得格外突出。有人皱眉问：这个疯子是谁？一身穷酸味，他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快来人把这个老太婆赶出去！很快有保安出面，分别拉着她2只枯瘦的胳膊，强行将人往外拖，丝毫不顾及这是位年迈的老人。我很生气，想要阻止他们对外婆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，却只能死死攥紧拳头，无能为力，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灵魂，什么也做不了。等等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，婚宴的女主人发话了。保安听从命令的停下来，他们松开手，让外婆摔坐在地上。我下意识屈服，依旧是徒劳。心酸且无奈之下，我循声看过去，见到了一袭雪白婚纱的陆心念，灵魂一怔，阵阵刺痛浮现在胸口。她还是那么美丽，神情却冷若冰霜，不似我记忆中的模样。外婆口齿不清的念叨：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，我有邀请函的，我是替阿斐来见念念的。在我死后，外婆就得了老年痴呆，清醒的时候不多。这封邀请函寄到老家时，外婆垂眸看着上面的字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外婆是个文化人，读过很多书，我的名字就是她亲自取的，她再熟悉不过了。但那是从前，现在的她戴着破烂的老花镜，连识字都费劲。外婆拿着邀请函，坐在老旧失灵的昏暗台灯前，从天黑到天亮，终于弄清楚上面写的什么。那双浑浊苍老的眼睛浮现一抹喜色，念念是念念寄来的，阿斐最喜欢念念了，我要找到念念，带回来给阿斐看才行。外婆向来疼我，都这种时候了，她还想着我。靠着这个念头支撑，她一路步伐蹒跚，跌跌撞撞找到这里，我默默跟在身后，眼眶酸胀通红的不像话。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，迎接外婆的却是众人的奚落嘲笑。念念也是你这个疯婆子配教的，该不会是来讹钱的吧？陆心念居高临下站在台上，冷眼打量了片刻，最终轻蔑的笑出声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那另攀高枝的前夫最重要的好外婆吗？怎么沦落成这副鬼样子了？现场一片哗然。陆心念口中的前夫就是我，这在护城不是什么秘密。陆心念如今掌管集团，身居高位，关于她的过去自然都被探查得一清二楚。5年前曾有过一段不堪的婚姻，丈夫在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果断抛弃她，傍上国外的富婆潇洒远去。陆心念接手了全部的烂摊子，千辛万苦经营到如今的规模，现在她要报复回来了，实匪然人呢。陆心念挽着一旁黑色西装的英俊男人，勾唇讽刺道：我可是专门邀请了他来见证今天我大喜的好日子，他为什么自己不来？外婆抬头看向陆心念，喃喃道：阿斐来不了，他来不了了。陆心念眼中带着浓浓失望和几分讥讽，他大概是想看见我追悔莫及的样子，可我偏偏没出现，他究竟是来不了还是……陆心念故意拖长尾音，语气充满了嘲弄，没脸来见我。外婆银发斑斑，满是皱纹的面庞露出茫然无措。念念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仿佛听到了什么可笑至极的话。陆心念扬起好看的眉梢，你问我什么意思？非得我说的那么直白吗？石斐然当年不是跟着他的金主跑了吗？看来他也被玩腻了踹了，过得没钱又落魄，才不敢来见我吧。现场宾客哈哈大笑起来，或许是为了奉承讨好陆心念，又或是真的看不惯我的所作所为，纷纷骂道：那种凤凰男活该呀！我要是他，这辈子都不好意思再出现在陆总面前了，这种人渣就该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这些难听的羞辱的话不绝于耳，我突然有些庆幸起外婆现在听力不好，免得她听到了替我难过。悬着的心刚要放回到肚子里，一转头就见外婆凹陷的脸颊肌肉颤抖，瞳孔微缩，牙齿咯吱作响，不得好死，死了阿斐。我才发现外婆耳朵里戴着助听器，平时她总是忘记戴，今天倒是想起来了，似乎是被死字刺激到了。外婆的喘气声又粗又急，捂着胸口呼吸不上来，周围人见此竟没一个愿意上前帮忙的。这老太婆嘀咕什么呢？阿斐是谁？陆心念神色微动，提着婚纱就要下台，似乎想离近一点方便听清外婆呢喃的具体内容。瞬间我一颗心彻底提到了嗓子眼。这时候陆心念的手腕被旁边的男人抓住，对方正是今天的准新郎陈家公子陈曦。那老太婆看着像是疯了，念念你还是别靠太近，小心受伤。像是被说服了，陆心念停住动作，她就这样置身事外的看着我外婆，最后似承受不住的闭上眼，脑袋往后一仰，磕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，发出砰的一声重响，昏死过去。这下现场的人总算开始慌了，刚才骂的最难听的几人立刻变了表情，害怕担责，纷纷往后缩着。混乱中不知是谁拨打了120，救护车很快来了，将外婆带走。我急忙跟上去，灵魂却仿佛受到了什么桎梏，被困在这华丽冰冷的婚礼现场。我拼命的想要往外冲，试了一遍又一遍，眼睁睁看着外婆离我越来越远。司仪还在继续说话，发生了一点意外，请大家忘掉刚才不愉快的小插曲，接下来是我们新人最重要的宣誓环节了。请问陈曦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陆心念小姐为妻？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承诺永远不放开她的手。陈曦深情说道：我愿意。熟悉的台词遥遥传来，像是被老旧的收音机过滤一层，刺耳无比。我缓缓地转过身看向婚礼舞台，难受悲痛的情绪铺天盖地，紧紧包裹着我。该轮到陆心念回答了，可她只是淡漠地垂着眼，像是在走神，心绪也显得不宁。陆心念小姐，司仪尴尬催促。陆心念终于回神，目光冷然，在全场的惊呼声中一把摘掉了头花。仪式暂停，今天不适合继续了。陈曦有点不高兴地质问：念念，你难道还忘不了你那个前夫？你想多了，那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台下陈家父母也显得不太满意。陆心念冷冷地说：我准备去医院看一眼情况，那个老不死的真要在这出了什么事，我们还不管不顾，传出去了对我们两家影响也不好吧？您二位觉得呢？他看似是在商量，实则已经打定了主意，陈家拗不过他。陆心念换掉婚纱就直往医院而去，我紧紧跟在旁边，看着他的眼底充满了复杂。外婆还在昏迷，医生问他是不是病人家属，陆心念顿了顿，眼眸清了，不是，曾经是。看医生一脸为难的样子，陆心念拨弄了下耳侧头发，又装作随意的问了句：怎么了？联系不到其他家属吗？医生点头，确实联系不上。陆心念拎包的手指微微捏紧，表情一点一点沉下去，继续听医生说道：听说病人家里只剩下他自己了，真是可怜啊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却是个孤寡老人。等医生离开，陆心念转头看向病房方向，外婆瘦弱的身躯躺在病床上，带着氧气面罩，旁
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显示正常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我长长松了口气，陆心念嘴角却勾起弧度，攥紧的手指松开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石斐然，你就躲吧，我看你能躲我到什么时候。我的灵魂苦涩一笑，陆心念，我没有躲你，我就在你面前呢，可是你看不到我，这辈子你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陆心念一直派人盯着医院这边，助理敲响了他的办公室，陆总，医院那边来消息了。陆心念立即抬起头，助理说，有个年轻男人来问过那个老太婆的情况，在病房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能留在陆心念身边工作的都是人精，看出了陆心念对外婆态度并不友善，言语间自然也不会客气尊重，我即便再生气也无可奈何。陆心念表情没太大变化，像是早有预料。助理走后，他喃喃自语道，行啊，池斐然，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？外婆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命，而我只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抛弃的垃圾。他自嘲地呵了一声，眼中藏着浓烈的悲伤，很快又转化为滔天恨意。等着吧，池斐然，我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，为你当年的无耻行为磕100个头道歉。还记得5年前我提出离婚时，陆心念曾哭着求我不要走，说资金的事他会想办法解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故意刺他，你拿什么解决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他拽着我的胳膊，哭得那么心碎，不停地摇头，我会努力的，阿肥你别丢下我，我求你别走。每回想起那晚，我都心如刀割。陆心念恨我是应该的，可我没想到他会报复在我外婆身上。听说那个年轻男人又来医院了，陆心念让人拦住他，自己匆匆赶到。看清男人的样貌时，陆心念脸色大变，林天明，怎么是你？林天明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我死后便将外婆托付给了他，只不过前阵子他去国外谈生意了，没能及时看住外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陆心念，是你把阿斐外婆气进医院的。林天明大声质问道，你难道不知道外婆年纪大了，经不住这样刺激吗？陆心念没理他，视线冷淡地环顾了一圈，或许是在寻找我的踪影，最后才冷笑道，谁让池斐然非要当个缩头乌龟，和这样的人当朋友，你居然也不嫌丢人吗？林天明气红了眼，陆心念偏头吩咐助理，他要让医院停止对外婆的治疗。氧气面罩被拔掉，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响，我的灵魂疯狂挣扎着想要阻止，尖叫着不要。林天明吼道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是违法的。陆心念一脸的不以为然，只要对外称是医疗事故就行了，你难道不知道这家医院是谁投资的，又是谁说了算吗？好，你牛逼。林天明咬牙切齿，我们转院行了吧？转院手续需要家属来办理。林天明，你没资格。陆心念轻描淡写一句话让林天明近乎崩溃，他用力捶了一下墙，拳头渗出血迹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他语气悲哀，陆心念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阿斐他外婆？陆心念笑着说，很简单，让池斐然出来见我。林天明想都没想拒绝，他来不了，嘴角的弧度僵住。陆心念声音残酷无比，那就让他亲爱的外婆去死好了。话音刚落，林天明疾步上前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你不能这样对阿斐。在他快要碰到陆心念肩膀的时候，跟在一旁的几名保镖轻松钳制住他，捏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掰。林天明痛苦的惨叫出声，我也跟着痛苦，心急如焚。陆心念悠悠反问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池斐然当年怎么对我的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发现挣脱不开保镖，四肢都被禁锢，林天明只能扯了扯嘴角，露出讽刺的笑，是啊，我太清楚了。陆心念，我知道的东西比你要多多了。我曾经拜托过林天明对我的死因保密，其实也不是多复杂的事，无非是我命不好得了癌症，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混出什么名堂，穷困潦倒，连饭都吃不起，哪有钱治病呢？甚至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康复，只是有概率，我赌不起那1%的可能。公司正是艰难的时候，这是我和陆心念共同的心血，看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我骗了他。林天明答应过我，这件事会永远烂在肚子里，可是现在我宁愿他快点说出真相，别再受陆心念的折磨。我看向陆心念的脸，他也在笑，嗓音又轻又冷，你还知道些什么呢？林天明刚要开口，陆心念又自顾自往下说，你是知道他在富婆的房里是怎样卖力讨好，还是知道他拿到了多少钱，过得有多么潇洒快活？林天明重新闭上嘴，脸色发白，这些事我不感兴趣，它太脏了，会污染我的耳朵。陆心念把玩着昂贵的钻石耳饰，他眼底的轻蔑，语气中毫不掩饰的厌恶，全都在深深刺痛我的灵魂。比起当年我病痛缠身，因为吃不起止疼药而在地上打滚，不停地用头撞着桌子，希望让自己昏迷过去的时候，现在的感受更加令我有种万念俱灰的绝望。林天明不能理解陆心念怎么想的，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非要执着于见到阿斐？陆心念告诉他，我只不过想让他也尝一尝跪地求人的滋味。林天明看着陆心念的眼神充满失望，还有怜悯，他说没这个机会了。陆心念讽刺道，池斐然还是不愿意现身吗？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沉默死寂。在陆心念快要完全失去耐心的时候，终于林天明艰涩开口，阿斐已经死了。陆心念有一瞬间的难受和错愕，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，死了，那挺好的，正好让他外婆一起去陪他吧。似乎没想到陆心念会是这个反应，林天明瞳孔猛地瞪大眼底，布满血丝。陆心念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阿斐死了，他死了。陆心念不耐烦地打断，够了，玩这种无聊的把戏有意思吗？池斐然不就是不敢出来，假死这种借口你们也想得出来？我叹息一声，当年我说谎骗他的时候，他信以为真，现在林天明告诉他实话，他反而不信了，或许是觉得无法沟通。林天明闭上了眼，不想再看见他，这副样子让陆心念更加恼怒。他看向病房里危在旦夕的老人，仿佛间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不可置信的轻声呢喃，石斐然竟然连自己亲外婆都抛弃了，也是他那样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他垂下眼，掩去那份悲伤，在抬起头来时笑容美丽又饱含恶人。突然他有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林天明，既然你们是那么要好的兄弟，那不如你替他跪吧。林天明唰地睁开眼，和陆心念视线相对，他表情没有任何波澜，也不做挣扎。好，我跪。保镖们松开手，林天明毫不迟疑扑通一下，直直朝陆心念双膝跪下。陆心念静静看着这一幕，皱着眉，好像还是觉得哪里不满意。他走过去，脚踩在林天明的头上，用力往下按。林天明弓着背，额头磕在地上，同时也踩碎了他的尊严与傲骨。陆心念冷冰冰地说，继续求我呀。林天明声音颤抖，陆总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阿斐的外婆吧，那是他唯一的亲人了，真的求您了。仿若卑微到了尘埃里，陆心念挥手让保镖拽起林天明，他脸上没有报仇的快感，只有冷漠与空茫。他不理解为什么林天明愿意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，我明明是个抛弃妻子和外婆的混蛋，像是觉得没劲透了。陆心念转过身头，也不回地离开医院。外婆被重新戴上了氧气罩，我的灵魂实在不愿走，却只能迫不得已
以跟上陆心念。他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开会，签署各种合同，再也没有去过医院，也没有派人来打探我的任何消息。听助理汇报过一次，林天明似乎已经带着我外婆出院了，我很是开心了。可陆心念却罕见的大发雷霆，他摔了办公桌上所有的东西，让助理不要再汇报这些无聊的事情，关于我的一切他都不想知道。办公室门又被敲响，这次来的是晨曦。念念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火？陆心念冷静下来，没什么，不关你的事。晨曦笑道，怎么会不关我的事？我们可是夫妻啊。陆心念没什么感情的注视着他。晨曦继续说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下，上次婚礼不是没能完成吗？咱爸咱妈重新挑了个好日子，让我们再举行一次仪式，然后赶紧把证领了，这回可不能再耽搁了。陆心念敷衍应道，我知道了。他好像不太情愿，或许这就是利益联姻。我忽然想起当年的我们，即便只有简陋的婚礼，穿着租来的廉价婚纱，戴着丁点大的钻戒，陆心念还是会笑得温柔对我说，我愿意。现在我要听见他对别的男人说这句话了。他们第二次婚礼当天高朋满座，我以为这次会进行得很顺利，没想到林天明会带着礼物出席。他在婚礼中央大声喊道，陆心念，你不是想我带他来参加你的婚礼了吗？陆心念神色一怔，似乎没想到我费尽心思躲藏了这么久，怎么突然这么轻易就愿意主动出现了。他的目光在现场宾客里四处寻找，心跳逐渐加快，还有一丝说不上来的慌张，直觉告诉他事情没这么简单。